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今天继续跟水哥谈八字，12年好运，恭喜发财！来了，大家就去 follow 他的 IG。哇，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食神格，刚才也讲了还蛮复杂一下，我怕我听不懂啊，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有学过一点啊。大家新年快乐！然后今天可能来到我们八字的第2集啊，因为上一集我有讲了那个10天干嘛，对。然后我觉得你的粉丝都很厉害，也很听话一下哦，他们真的是会回去download那个论八字，然后去看一下自己的那个日元啊，日柱是什么。对，如果你们粉丝是有兴趣，我们下一集会拿几个你们的命盘来算，对吧？这个是水哥给大家的福利。然后呢，你们可以就是直接去Alicia Healing Studio 这个 IG DM 我的助理，又或者是你们可以在 email 的也行吧。但是我不建议 email 啊，因为我怕我忘记看，就是最好去我的 IG 那边联系我的 Alicia Healing Studio。所以我们会选多少个人来讲下一集？我们随缘吧，看一下那时候我们的时间够。好，等一下你说100个 applicants， 那个是 random 抽出来的 random 我们好吧，随机性的帮我们的一些粉丝去做一些明年的那个流年的解盘吧。好吧，批他明年12个月的那个运程，每个月展开去说。这样我们在上一期里面有讲的那个10天干嘛，所以你们如果有上网到那一个论八字的时候啊，你都会看到真的是有8个字跑出来，然后除了你日元的那一个字，然后其他的旁边你会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字啊，然后有12地支啊，这样啊，我就今天来到第2集，我就深入一点，再让大家去多一点这个八字的知识展开去说啊，因为这个可以当做是一个知识啦。我补充一点啦，因为有些人他们说八字是这些传统的东西很迷信啊，我去研究过后，我反而觉得它不是迷信，它是一种规律。而我们看八字是把这个人他的规律找出来，然后再推断他接下来的10年、20年的规律会如何跑。这样，我觉得上天给机会我们去找到这个 formula 啦，它就是允许我们去做一些调整啊。做一些调整。我才想问，就是有很多人告诉我，命运是已经写好，改变不了。可是你看过我八字，你知道我很反骨的那种人，是，所以我会一直去抗命运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气煞很重，这种人一般都是比较抗命的。但其实是真的注定了可以改变不了的嘛？难道？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啊，你不可能说这一个八字他的人生一定是这样子跑，因为你要知道那一天出世那个时间点出世的人啊，千万个人啊，整个地球上你不可能那一个人就变成是全部都是一个模打出来。但是你去用微观的去看的时候啊，他们大致上都是一样，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相似吧，相似，就是说这个人他在这10年里面他会比较平顺，有机会升职的话啦，像这一群人啊，他们的运气也是同样的有在上升。但是如果你在的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是做生意，可能你是赚300万，但如果打工的话，可能他是赚300千。但我们从大的角度去看呢，他们都是在赚钱，在上升。像有些人他们讲婚姻出现问题，有些人选择离婚啊，有些人选择互相的忍耐去学习，可能保持他的婚姻，但是那10年可能他的婚姻都不好，活得不开心。选择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了过后，我们可以避免啊。像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八字知道我们的今年我们的夫妻宫可能出现一些冲突，这样我们可能知道了过后，我们避免就男人少一点说话，少一点出夜的夜街，或者是如果你有工作公干，你去远一点，聚少离多，可能就避免了一些纠纷。那第2年你的那个夫妻宫的感情的运程好的时候啊，你们在黏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就避了这一关了。明白了，所以意思就是选择的这个，我们还是有选择，我们是有的选择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行衰运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努力，然后就是沉淀一下自己，然后走大
大运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冲了。去冲。你走大运不一定是你发达，但是你有赚钱的机会，我可以这样子讲。不是说每个人走到好运的时候，哇，他就发达，没有。他走到好运的时候，他有赚钱的机会，他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就好像今天我来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启发。我来的时候是下雨，你知道吗？下很大雨，我要上车也上不到。所以我这边想，它下雨，我当然是躲雨了嘛，避雨了嘛。我就在一个咖啡厅那边喝茶，然后我等了1个小时，那个雨停了，然后我去上车，然后我驾车，我就很轻松的走。当时如果我不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可以冲出去跑上车，可能我的衣服就湿透了。下雨的时候，你可以做2个决定嘛，你就是说，下雨我就冲着出，或者你等一下，人生也是一样啊，你有困难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等一下，你有不一样的风景啊。那如果你冲着去的时候，你做完你的东西，但是你满身都是湿哒哒了咯，就觉得好像今天的心情不是那么好啊。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要面对的东西是肯定会发生，那我们去面对的时候用什么态度？对 ，OK， 这样我们讲回来，在八字里面啊，所有的五行啊，他们对碰的时候啊，都有一些名称的。那拿个比方来讲啦，今天其实我很想讲 Alicia 的八字，但是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能够把他的八字摊开来。可以就是讲一点点啊。然后 Alicia 的八字啊，其实是很多七煞，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是七煞。然后七煞围着他，所以他这个人啊，从小就是在一个很辛苦的环境那边长大的。很坎坷的，然后所以也形成了他这么坚强哦。幸好啊 ，Alicia 的那一个日元啊，它是一个己土的日元哦，因为己土啊，它扛得住那一个七煞。因为上一集我有讲嘛，己土的那个忍耐力和抗挫能力是很强的啊，是很强的。如果不是己土的话，是一个乙木或者是辛金的话啦，可能他就顶不顺了，那个七煞会导致到可能会有一些忧郁症啊、狂躁症啊，所以每一个他八字奇妙的东西是你每一样日柱对起来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side effect啊。这样我想我们的粉丝多了解八字啊，你们可以从食神开始。但食神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它食神期里面啊有5对，有10种食神，但其实是2个1对的，阴和阳，阴阳阴阳这样子就变成食神了咯。首先我们来讲的是一个正印和偏印，然后我们有食神配伤官，它是1对的，然后比肩配劫财也是1对的，然后正财你们最喜欢的咯，正财和偏财，然后正官和七煞，这个就是我们的食神神煞的系统。这样我们断八字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性格，要看他的运程，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formula。如果你掌握不好这个食神的那个运作的话啦，可能你真的不懂要如何去批一个命。这样它是怎样延伸出来的？因为我在这里我有写，所以你看这个我啊，打个比方啊，因为我和 Alicia 其实蛮有缘的。其实我和 Alicia 都是己土日柱的，自己的己啊，这个是真的是蛮有缘。这个是阴土来的。我在那个评论区也是有看到有人说他是己土了，所以己土人比较容易会看到那些不好的兄弟了，因为我们偏阴的，因为的确是偏阴的，不然的话你们可以印证一下，找那些朋友印证一下。这样你看啦，己土的人啊，假设我的正印和偏印是什么？正印就是我的丙火，火生土，然后在食神的那一个系统里面啊，它是 cross 的，阴生阳才算是比较有情的，所以丙火生我，丙火就是正印，丁火生我，丁火就是偏印。这样正印在男盘里面啊，男的命盘，这个是男的命盘里面啊，正印可以代表是母亲。如果你在命盘里面，你看到你的正印是很少的话啦，应该是你和母亲的那个缘分比较薄，就是说妈妈的助力很小，就没有什么帮到孩子的。这样来到我们的比肩，比肩就是和我一样的，最容易看的，我是己土，己土就是我的比肩。这样另外一个土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戊土。阳土，那个阳土就是劫财啊。像男命来讲的话，比肩就是兄弟，劫财就是姐妹。顾名思义啊，劫财啦，就是来劫你的财的咯。凡是你的流年流月，如果你看到劫财的话啦，它通常都是会和破财有连贯性的。如果是你会 overspend 这样子，对，你会出钱，你会花钱。它破财的意思不一定是不好，因为你破财，如果去旅行也是破财啊，但是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嘛。但是遇到它就是要花钱。这样来到这一个啊，食神啊，
我是己土，我生出来的就是食神。那这个有一点和其他的不一样。这个如果阴生阴是食神，阴生阳是伤官。食神代表什么？食神是一种福气的神来的。为什么？它可以帮你顶着气煞，也可以帮你赚钱的。所以如果你的命盘里面有食神的话，恭喜你，你就是天生有一粒很好的福星在你的命盘里面，你的原局里面。是要在日柱、时柱还是？看它在哪里。如果是在月柱的话，它的能量会更大。如果在自己坐着的话，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你的父星。这样伤官它其实也是好，但是它不比食神来的好，因为它是比较生的比较大胆一点的，它比较不受控制的。就有一些好像如果伤官的人你看日柱，如果你的命盘里面伤官比较多的人他是特别多想法的，很多东西想要做。这样很多东西想要做，如果你如果有 support 有东西可以支撑着你去做的话，当然是很好这样如果没有的话，它会形成什么？它可能会形成你想太多。所以伤官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是女命她对婚姻也不是那么好。这样来到日元，就是我克为财，这个是大家最看重的东西如果你命里面八字有这个财星的话恭喜你，就说你这一辈子你和钱都是有缘。我 check 一下自己。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他的流年和那个大运来到的时候你也会和钱有缘，只是他过了过后你就没有了咯。我们五行八字里面讲究的是平衡。如果有些人他财很多，但是他担不起财的时候，他就是每次都为钱而烦恼。我好像也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财多身吉其实财多身吉不是说你身体不健康是你的那个麻烦很多，不是你的日元的能量不足够你去拿那个财，就是你每天想要赚很多钱，但是你又没有赚钱的那个能力就每天去羡慕别人或者是每天去烦那个经济上的问题所以财他们说火鸡给人富，财星通门户就是那个财星你透干的话这个人很适合做生意的。只要他的运一来到，他身很强，他担得住财的时候他可以大富大贵。这个就是所谓的财但财也是有两种己土。土克水，水是我的财咯。如果己土去克阳水、壬水，那个是正财；如果己土去克癸水的话，它是个偏财。这样偏财和正财有什么分别？不是说赌博回来的钱，正财是我一板一眼去做工，然后去赚取的钱，就是很平均、很 frequent 的那一个 income 那个是正财。这样偏财的人就比较偏向投资，然后他的那个钱来到的也不规律的，可以一笔一笔来。所以你们为什么要你们掌握这个东西？因为当你去看你的那个命盘的时候除了吃了10年的大运，有流年，然后有流月。如果你在大运里面没有偏财，你在流年有偏财，那一年你也是有偏财。如果那一年你没有偏财，你在流月里面有偏财，那个月份你也是有偏财。所以有些人没有说天生我是没有财的，我不能够买字的，我买字没有赢过的，我过年赌博没有赢过，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子讲？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个人通常都是甲木乙木。为什么？因为你过年的时间就是春天的时候就是木的月份劫财的月份来的所以通常你赌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赢钱所以有时候当你知道了过后，你会在什么月份做投资，什么月份你避免你要溝女，你都要揾啱月份唔係嘛？梗係。然後來到我們的正官七煞，你不要看到克你的就不好，因為我們講究的是平衡。如果一個人沒有被克，他可能就沒有 discipline， 沒有自我要求。所以克不是不好，但是要适量的去克。像我们如果有情的克是什么？假设说己木是 Alicia 女命，正官就是甲木，木来克土就是正官。如果是乙木来克 Alicia 就是七煞。这样如果是正官的话，它是有情的克，所以你在工作上你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这样七煞它来克你是无情的克，因为阴克阴，它是很 strong 的一个克，所以这个克通常我们是要用食神去制衡它。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生的嘛，我生的土生金嘛，然后木克土嘛，金又克回我们的木嘛，所以用这个食神。为什么它叫食神？因为它的功效可以来制衡那一个七煞。如果七煞太过的话，
它太凶的话啦，可能我们会出现身体上的毛病，因为你一定要克制这一个东西，因为你内心压力太多的话啦，它会显现在外面啊。当我们去学玄学的时候，我们又有修行的时候，你会知道，其实我们外在也是从我们内在反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体出现毛病的时候啊，都是阴阳失调。每次是我们听到阴阳什么阴阳失调，就是我们的五行。所以你去把脉的时候啊，看中医的为什么他会把你的出生的年月日写起来？因为中医他们也是用这一套理论啊来断症啊。如果这个人的火太旺，我要把这个火卸掉它的话，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配方给他？如果这个人的精太重，我应该要把它卸掉的话，我应该如何去给一些中药去调他的身体？这个就是我们的食神的系统。像我讲的是刚才是男命啊，假设这个盘不是男命的话啦，它是女命的话啦，它有些部分就会有偏差。就例如啊，在这个妻子这里，如果是女命的话，真财啊就代表父亲哦，食神啊就代表儿女。这样如果是女命的话啦，有些人他们想要问啊，我有没有怀孕啊？这样你有没有孩子啊？通常会建议他在13的年那边尝试去怀孕。就算你要做那一个试管婴儿啊，我也觉得在这种年份或者这种月份啊去做，因为女命你生的嘛，女人生的就是她的孩子嘛。这样财是什么？正财啊，如果在男命里面是男人的妻子，在女命里面是女人的爸爸。其实我刚才讲还 before 啊讲漏了，所以为什么啊我要讲一下那个婆媳关系啊？你会不会觉得婆媳关系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上普通奶奶的关系啊？也有点复杂。外国人比较少，外国人比较少，他们比较分开一点。对，当你去看的时候啊，假设说己土是我，正印是我妈妈，正印是什么？丙火嘛，对吗？己土去克水，水是我的妻子嘛，所以你看水和火是相冲的。哦，他们在这个盘子里面是对立的。他们永远是对立的，妈妈和老婆永远是对立的。所以男人啊，不要再去烦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几时会解决？当你有一个食神出现的时候啊，你东西可能你就解决了。为什么？你看啊，食神它是金嘛，金生水嘛，然后火啊是可以去克这个食神的哦。所以很多人啊，他生了孩子过后啊，婆媳关系就比较 OK 一点，因为妈妈的注意力啊已经分散了一点给这个孙子。所以这个是古人的一些智慧啊。因为我在那边看，为什么男人他们总是困扰在婆媳的关系？因为什么？正印和正财啊是相冲的。如果大家可以掌握好这个的话呢，我等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可以来讲一下我们明年的那一个2025年的那一个流年大概的展开去说了。OK， 今天讲的都差不多了，然后谢谢水哥解释这是什么是食神歌，因为我之前有自己研究一点点啊，然后我大概懂他讲什么，然后现在这个食神歌我也觉得比较清晰了。你这样子对立的话，因为之前我上网自学的话，可能比较难一点理解。下一集呢，我们就会讲到明年蛇年流年10天干里面大概大家要注意些什么吧，是不是这样子？好的，你要解释一下下个星期我们讲什么吗？下个星期我会把你们10天干的那一个对峙到明年2025年啊蛇年的时候啊会有些什么反应，所以就大概可以呈现那一年你的运程是倾向怎样的一个趋势发展。OK，大家记得多多 like， 还有就是去 follow 水哥啦，谢谢你们，谢谢水哥的分享，谢谢。蛇年赐福，2025年农历新年祈福仪式，强力清理提升明显，每人只需28.8令吉。